一個謀士輔佐曹操從零開始打下半壁江山，舉薦的人才後來當上卿相的有10幾個。在官渡之戰最關鍵的時刻，他靠一封信穩住了全局。而在他晚年時，曹操送了他一個食盒，他打開一看，什麼都沒有，最後服毒自盡。哈嘍，大家好，我是卡洛，今天我們來聊荀彧。我們翻開史料發現，陈寿在寫《三國志》的时候，把荀彧排在所有异姓文臣武将的最前面。这個排位不是簡單隨便排的，而是作者認為荀彧是曹魏異姓功臣的第一人。東漢有句話叫“汝尹多其事”，汝南和颍川這兩個郡在整個東漢一朝都是人才井噴的地方。汝南出了4世三公的袁家，而颍川呢，它有4大家族：颍阴的荀家、常涉的鍾家、許縣的陳家和武陽的韓家。這4家各出了一個縣長，政績突出，名望傳遍四方，被稱為颍川4長。荀彧的祖父荀叔就是4長之一，荀子的第11代孫。他年少時品行高尚，博學多才，當時的大儒李固、李英都尊称他為師，人稱神君。這個神君荀叔生了8個兒子，合稱荀氏八儒。荀彧的父親荀滾排行老2，當過濟南相。荀彧的六叔荀爽因為看不慣朝廷昏暗，辭官隱居，做了10幾年學問，被稱為碩儒。董卓掌權的時候，硬把他徵出來當司空。荀爽表面上應付，私底下卻密謀除掉董卓。不過最後還沒來得及動手，就病死了。所以我們會發現荀家的家風很好，他不是普通的官宦子弟，他的家族連續2代出大學問家，骨子裡正直，不跟奸臣同流合污，但同時又懂得审时度勢。朝廷黑暗就遠離官場，一旦到了關鍵時刻，又會冒出文人風骨。這個家風也或多或少的影響到了少年時的荀彧。荀彧這個人長得超級帥，典略裡說他為人唯美，而且他特別喜歡熏香。據說他到別人家坐一會兒，走了以後那個座位好幾天都有香氣。就在前段時間，卓玉火了，张凌赫的粉底液將軍形象被網友痛批，男人涂脂抹粉，毫無半點武將氣概，還拿他跟何潤東的項羽做比較。但其實事實上，古代貴族的男性確實是有塗脂抹粉的習慣的。魏晉時期，男人塗粉敷面、熏香染衣，不是娘炮，是身份。《世说新語》裡記載，何晏粉白不去手，行步故影。也就是說，走路都要照着自己的影子欣賞。曹操的兒子曹植出行必熏香，包括後來的王羲之、謝安這些人，都是衣冠華貴、香氣撲鼻的形象。早在戰國時期，韓非子就有提到，鄭國男子以脂者粉黛為美。到了漢朝，男性貴族用香料熏衣已經是基本禮儀。所以，可能我們想象中的古代武將，並不是影視劇裡的糙漢形象。這個形象來自現代人，不是來自歷史。其實我們現代也一樣，雖不至於讓男性塗脂抹粉，但至少在公共場合，不管是男是女，在地鐵裡、在電梯裡這種封閉的空間，香水味也比汗臭味好聞。講點形象其實沒毛病。南陽有個著名的預言家叫何瑈，見到年少時的荀彧，就給了一句評語：王主之才。永漢元年，荀彧被推舉為孝廉，當了守宫令。沒過多久，董卓進京，天下大亂。荀彧棄官回到了颍川。回去以後，他便勸自己的鄉鄰離開颍川。颍川4戰之地也，天下有變，常為兵充，宜急去之，無久留。也就是說，颍川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十字路口，一旦天下亂了，誰都要從這裡經過，想活命就必須要趕緊走。但大家都不願意離開故土，正在猶豫之時，恰巧益州牧韓馥也是颍川人，荀彧便跟着韓馥和同宗族人一起去了冀州。後來颍川果然也成了兵禍之地，留下來的人大多都被李傕的部將殺掠，跟荀彧當年的判斷一模一樣。荀彧到了冀州，沒過多久，冀州就被袁紹奪了。史書記載，袁紹待荀彧是以上賓之禮。此時，荀彧的4哥荀臣、同鄉辛平、郭圖都在袁紹的手下。按理說，袁紹4世三公的家世，此時是盘踞在北方的最大勢力，是值得留下來效力的。但荀彧在袁紹那裡待了不到半年，就得出一個結論：奪紹終不能成大事。然後他把目光投向了東郡的曹操。
此時的曹操是奮武將軍，手下除了自己的夏侯家族和曹家的親戚，幾乎沒有任何人追隨，可以說算得上是要名望沒名望，要地盤沒地盤。但荀彧偏偏就選中了曹操。荀彧投奔曹操以後，曹操大喜，直接說了一句：“吾之子房也。”哎，你就是我的张良。隨後任命荀彧為司馬。這一年，荀彧29歲。事實證明，曹老板這個評價其實低了。荀彧對曹操的價值不只是一個張良，而是張良加蕭何。他既能出戰略級的謀劃，又能幫曹操搭建整個人才體系和後方行政。所以用謀士2個字來定義荀彧遠遠不夠。荀彧加入曹营以後，第一次大考驗來得很快。興平元年，曹操帶主力東征陶謙，把後方交給荀彧來守。結果張邈和陳宮聯合呂布在兗州密謀反叛，兗州各城紛紛響應。曹操留下來的守兵本來就少，而且很多高級將領跟張邈、陳宮都有勾結。我們來看看荀彧這個時候是怎麼應對的。首先，他識破了張邈派刘毅來騙糧的把戲，沒上當。然後他立刻整兵設防，急召夏侯惇回來。夏侯惇一到，當晚就誅殺了幾十個準備叛變的人，瞬間穩住了局勢。就在當時，豫州刺史郭貢帶了幾萬人兵臨城下。當所有人都懷疑郭貢和呂布有勾結的時候，荀彧非常果斷地去見郭貢。當時夏侯惇還攔住了荀彧，他說：“文若先生是益州之長，怎能親身赴險？”荀彧從容地說：“貢與苗等奮飛數節也，今來數計必未定，及其未定，遂知眾不為用，可使中立。若先疑之，必將怒而成計。”郭貢和張邈又不是鐵哥們，他來這麼快，肯定還沒想好站哪邊。我現在去勸他，最壞的結果也能讓他中立。如果我們要是拒而不見，把人給逼急了，他一氣之下，搞不好真的就跟呂布聯手，到那個時候就晚。郭貢見荀彧毫無懼色，想着這鄄城不好打，掉頭就走了。然後荀彧又跟程昱配合，游說范縣、東阿，最終保住了3座城，一直撐到了曹操班師回營。各位，這是荀彧第一次獨當一面，面對呂布這種級別的猛人，在兵力稀缺的情況下，硬是靠判斷力和膽識守住了曹操的老家。緊接着陶謙病故，曹操想趁機拿下徐州，回頭再收拾呂布。荀彧立刻反對，他跟曹操說：“昔高祖保關中，光武據河內，皆根深固本以治天下。劉邦守關中，劉秀據河內，都是先把大本營搞穩了，再圖天下。你曹操的關中就是兗州，根基不穩就跑去打徐州，帶的兵少了你攻不下來，带的兵多了後方空虛。如果這個時候呂布再來帶兵偷塔，你到时候回都回不來。而且陶謙雖然死了，徐州郡那些人當年可是記着你屠城的仇，必定拼死守城。你攻不拔，略无获，10萬大軍不出10天就會不戰自困。”熟悉這段歷史的都知道，曹操在徐州是屠了城的。史書記載，坑殺男女數萬於泗水，水為不流，雞犬亦盡，須亦無復新人。所以荀彧的原話是：“其子弟念父兄之恥，必人自為首，無降信。”曹操聽進去了，先收麥子，然後全力打呂布，不到2年平定兗州全境，趕跑了呂布。然後就是荀彧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戰略建議：奉天子以令不成。當時汉獻帝從長安輾轉回到了洛陽，曹營內部大多數人是不贊成把天子迎過來的，理由是山東還沒有平定，韓先、楊奉這些人護送天子到洛陽，勢力錯綜複雜。如果請回來不好控制，那這個天子就是個麻煩，那就相當於你請了一個祖宗回來。但荀彧力排众議，他搬出了2個先例：晉文公接納周襄王，諸侯全部跟着臣服；漢高祖為義帝發喪，然後天下歸心。緊接着他說出了3句非常精闢的話：奉主上以從名望，大順也；秉至公以服雄傑，大略也；服弘毅以治英俊，大德也。順應民心是大事，以公正服人是大略，以道義吸引人才是大德。我們把天子接回來，站住了正統，誰還敢跟我們對着幹呢？號令天下，莫敢不從。至於其他人說的那些像韓先、楊奉這些人，他們是啥玩意？你不抓住機會，別人搶了先，到時候後悔都來不及。若不早定，人將先我而為之矣。曹操聽從了，迎回天子，遷都許縣，改元建安。漢獻帝拜曹操為大將軍，荀彧為侍中，守尚書令。
這個尚書令的位置，荀彧一坐就是16年，所以我們都管他叫荀令君。這一步棋有多關鍵？各位想一下，袁绍、刘表、袁术这些軍阀頭子確實不拿天子當回事，但他們手下的人呢？袁紹那邊相當於私企，曹操這邊有了天子加持，那就相當於央企。你是給私企的老板打工，還是給央企的老板打工？對於那些心存漢室的讀書人來說，這是一道選擇題。這就好比為什麼中國那些碩士博士一抓一大把，但讀書的盡頭永遠都是公務員。畢竟學而優則仕，這個觀念根深蒂固了幾千年。絕大多數人嘴巴和身體都很誠實，畢竟像卡羅這樣嘴上說不屑於進體制，但實際就算我想進也進不去的人，那還是少數。事實證明，孔融、楊彪這些當時天下名望最高的人，後來都依附了曹操。不都是因為天子在許都，而曹操的勢力就代表着大漢的勢力嗎？也就在此時，荀彧還陸陸續續的給曹操舉薦了一大批人才，比如像戲志才、郭嘉、荀攸、仲堯、陳群等人，這其中也包括了司馬懿。《三國志》原文說：“取士不以易魁”，也就是說他選人的時候不拘一格，唯才是举。像戏志才、郭嘉這種有附屬之機的，像杜基這種簡傲少文的，他都往曹操那裡推薦。曹操自己後來也感悟了說：“荀令君之論人，久而益信，吾莫世不忘。”可以說，在選人這一塊，曹操和荀彧是有着相同格局的。每當曹操出征在外，荀彧都能坐鎮許都，處理政務，並且通過書信給前線提供戰略指導。這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官渡之戰了。荀彧的定位和荀攸、郭嘉不同，這兩個人是跟着曹操出征，提供戰術支持，屬於軍師級別的謀士，而荀彧才是運籌帷幄、決勝千里之外的謀士。所以說，我們說荀彧是曹魏集团的聯合創始人之一，是一點都不過分的。官渡之戰前夕，袁紹給曹操寫了一封信，措辭極為傲慢。曹操把信給荀彧看，表示想和袁紹幹一仗，但又怕幹不過，畢竟袁紹的勢力擺在那裡，而且剛剛幹掉了白馬將軍公孫瓚，士氣正盛。但荀彧先用劉邦和項羽的例子給他打氣，拋出了著名的4胜論。我們來拆解一下。首先是杜勝，紹外寬而內忌，任人而疑其心，公明達不拘，唯才所宜，此杜勝也。袁紹表面上寬宏大量，實際上小肚雞腸。主公您明達不拘，唯才是用，在度量上您就高他一籌。第二，謀勝。紹持重少決，失在後機，公能斷大事，應變無方，此謀勝也。袁紹猶豫少決，主公您當斷則斷，應變無方，在謀略上您又高他一籌。第三，武勝。紹欲軍寬緩，法令不令，士卒雖眾，其實難用。公法令既明，賞罰必行，士卒雖寡，皆爭致死，此武勝也。袁紹治軍寬鬆，法令不令，士兵雖然眾多，但未必有戰鬥力。主公您法令嚴明，賞罰必行，兵雖少，但個個都能拼命，在統帥上您再次勝出。第四，得勝。紹憑士之，從容事治，以收名譽，故士之廣，能好問者多歸之。公以智待人，推誠心，不為虛美，行己謹簡，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，故天下忠正孝實之士，鮮為所用，此得勝也。袁紹靠着家世吸引的都是那些浮誇的人，不像主公您這樣以真心待人，所以天下忠正務實的人都在主公您這裡。然後他建議曹操先滅呂布，再圖河北。注意啊，演義裡這個建議是郭嘉的，但歷史上是荀彧的。荀彧的原話是：“不先取呂布，河北亦未易圖也。”曹操擔心袁紹會聯合關中的勢力和西南的劉璋來夾擊自己，但荀彧卻說：“關中那些軍頭誰也不服誰，他們只會各自觀望，讓鍾繇去鎮守關中完全沒問題。”而事後的發展完全印證了荀彧的判斷。建安5年。官渡之戰打到了最關鍵的時刻，此時曹操的軍糧已經見底，他寫信給荀彧說自己快扛不住了，想撤回許都。荀彧回了一封信：今軍食雖少，若為楚漢在荥陽，成高肩也。是時劉項莫能先退，先退者勢必屈也。公以10分軍衣之眾，畫地而守之，扼其喉而使其不得進，已半年矣。秦見事節，必將有變，此用其之時，不可失也。主公您雖然現在糧少，但比當年劉邦在荥陽成高之間那還是好太多了。
那個時候，劉邦和項羽誰都不肯先退，因為先退的那個人在氣勢上他就輸了。你以1/10的兵力死守到現在，卡住了袁紹的喉嚨，讓他打了半年都打不進來。所以說，袁紹才是那個快要扛不住的人。放心吧，袁紹那邊肯定會出變故。咱們當前正是出奇制勝的時機，絕對不能放棄。曹操聽了穩住了。沒過多久，許攸來投，曹操奇襲烏巢，燒了袁紹的全部糧草。在此之前，荀彧其實也預判了一些事情，比如許攸的家人會被沈沛算計，包括田豐也會被袁紹下獄。所以我們會發現，荀彧從頭到尾都在許都，從來沒有上過前線，就靠書信遙控判斷，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這句話用來形容荀彧一點都沒毛病。官渡之戰贏了之後，曹操又犯了一個和之前一樣的毛病，想跑去打劉表，荀彧又攔住了。你現在團戰剛贏就該推塔，袁紹雖然敗了，但根基還在。你現在不追着打，等他回血了，誰輸誰贏那就不好說了。於是曹操一鼓作氣渡過黃河，進攻袁譚、袁尚，最終蕩平了袁紹的全部勢力，統一了北方。這裡我還要補充一下荀彧的為人。曹操封他為萬歲亭侯，荀彧推辭說自己沒有野戰之功，曹操寫信就勸他。後來曹操要表他為三公，荀彧讓荀攸去替他推辭，來來回回推了10幾次，曹操才作罷。荀彧還有一個同宗親戚，沒有什麼本事，但想借着荀彧的關係混個官當，他就說：“荀令君，您現在是尚書令了，能不能也給我搞個議郎當當？”荀彧笑着說：“官者所以表才也，若如來言，眾人其為我何焉？當官是用來彰顯才能的，我要是給你開了這個後門，別人還怎麼看我呢？”他當了16年的尚書令，這種走後門的請求，不知道拒絕了多少次。曹操賞給他的俸祿，他全部賞給了自己的族人和朋友，和我們之前講的陸遜一樣，家無餘財。這樣一個高風亮節的人，誰又不敬重呢？連司馬懿後來都說：“吾自耳目所從聞見，逮百數十年間，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。”鍾繇更是把他比作了颜回，這在一個上儒的年代，算是一個最高的評價。建安13年，曹操廢除了东漢的三公制度，自任丞相，獨攬大權。同年，他以誣陷罪名殺了孔融，株連全家，連7歲的女兒和9歲的兒子都沒有放過。孔融、荀彧這3個人經常給漢獻帝講學。孔融是鐵桿的漢臣，天天跟曹操對着幹。荀彧寫了《申誡》，通篇引用歷代治國經驗給天子做參考，立場自然不言而喻。而荀彧呢，他天天陪着漢獻帝朝夕相處，發現這個皇帝並不是庸碌之人，而且是聰明有志向的。所以此時荀彧心裡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，不難猜測。王夫之後來總結說，孔融死而士氣灰。從建安13年開始，曹操身邊的知識分子被迫站隊，你到底是漢臣還是曹臣？一個很明顯的跡象是，荀彧、荀攸這些之前頻繁給曹操獻策的人，在赤壁之戰之後就集體失聲了。荀彧有記載的最後一條計策是建議曹操征劉表時，顯出冤業而漸行清境，以掩其不義。意思是明面上從冤城葉縣出兵，暗地裡以最快的速度直撲劉表。當然，恰巧此時劉表也病死了，所以這條計策也沒有完全執行。建安17年，曹操已經是丞相，享受戰敗不明、入朝不趨、諫女上殿的特權。董昭等人提議該給丞相進爵國公加9息了。這件事情的本質是什麼？漢代的爵位到列侯就是頂的，曹操已經是武平侯，再往上只有諸侯王。而諸侯王只有劉家的人才能封，要突破這個天花板，就得改制度，恢復上古時代的公侯伯子男的5等爵制。比如200年前的王莽就是這麼幹的，他加封自己為安汉公，然後一步篡了漢室。董昭等人去找荀彧探口风，荀彧的回答是：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。你曹操当年起兵不是為了匡扶漢室嗎？你一貫以忠誠面目示人，這麼多年難道都是裝的嗎？進爵國公加9息，不是臣子該幹的事情，我不同意。話說得非常平靜，但也非常的絕。他直接戳破了曹操的遮羞布。《三國志》的原文是：太祖尤氏心不能平。20年間無比親密的戰友，在這一刻也宣告破裂。
緊接着，曹操南征孫權，下令荀彧到谯县劳軍。荀彧一到，曹操就把他扣下来，名義上是参丞相軍事，但實際上是把他從尚書令的位置架空了，不讓他回許都，不讓他再碰朝政。荀彧這個時候50歲，多年操勞，加上本身有病在身，沒辦法繼續隨軍前進，就留在了壽春。《魏氏春秋》記載，太祖窺玉石，發之乃空氣也，於是引藥而卒。就是曹操這個時候派人給荀彧送了一個石盒，結果荀彧打開一看，發現是個空盒子，然後荀彧就服毒自盡。這個空石盒是什麼意思？有人說是叫荀彧閉嘴，也有人說是暗示漢室已空。比較通用的說法是，上古以糧食作為俸祿，所以叫食祿，空石盒就是讓你無祿可食，所以荀彧從容服毒自盡，終年52歲。第二年，曹操進爵魏公。荀彧一死，曹操在進位的這條路上就再也沒有障礙了。荀彧臨死之前，把担任尚書令以來所有的書信和奏章全部燒毀，那些奇謀妙策，那些殚精竭慮的謀劃，跟着他破滅的理想一起，全部化成了灰燼。荀彧到底是不是被曹操逼死的？這裡有一個争議特別大的版本。《獻帝春秋》裡面說，董承衣帶诏事件之後，伏皇後因為害怕曹操，於是寫信給父親伏完，希望他想辦法對付曹操。伏完拿到信以後，竟然拿去給荀彧看。荀彧知道這件事情很嚴重，但卻選擇了隱瞞。後來這封信又被人告發到了曹操那裡，荀彧又害怕自己受到牽連，於是提議曹操把女兒嫁給汉獻帝，而且出賣了伏完，提議廢掉伏皇後。曹操就反問：這麼大的事情，你為什麼先前不說？荀彧前後解釋不清，從此被曹操記恨。甚至還有一個說法，說荀彧後來死在壽春，是因為曹操命他去殺伏皇後，他不肯，所以自殺。不過這些說法，《三國志》的注解裴松之看完之后直接開噴，說這一段就是為了博人眼球，胡編亂造的。《漢晉春秋》這本書裡所有不靠譜的記載，就這條最過分，凡諸云云，皆出自彼裡。裴松之的理由很簡單，這段对話沒有旁證，而且內容太假了。荀彧和曹操的對話前後矛盾，這種錯誤聽床師都未必會犯，更別說荀彧這種級別的頂級謀士了。也有人覺得這段記載雖然對話細節不靠譜，但荀彧作為尚書令，在許都坐鎮了16年，他跟漢獻帝朝夕相處，所以伏皇後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關聯，還真不好說。各位有什麼想法，或者有沒有其他的參考史料，也歡迎在我們的評論區進行補充。最後我們來聊聊荀彧這個人的性格。他一方面想輔佐一個雄主來實現自己亡左之才的抱負，但另外一方面，他又始終以漢臣自居，對漢室有着深深的執念。他一廂情願地相信這兩者可以兼得，輔佐曹操就是輔佐漢室，曹操強大了，漢室也就安全了。但到最後，他發現自己20年的輔佐，親手把曹操送上了權力的巔峰，而此時曹操現在要做的事情，恰恰是摧毀他一直想要守護的東西。他明知道漢室已經不可能復興，但還是選擇站在曹操的對立面。或許不是因為他覺得自己能改變什麼，而是他做不到親手成為埋葬漢室的那個人。有些東西超越了利益計算，超越了生死。正如子曰：治世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人，有殺生以成仁。有气節仁德的人，不會因為貪生怕死而做出損害仁義的事情，只會為了成全仁義而不惜犧牲生命。荀彧用一杯毒藥給自己堅守了一輩子的信念畫上了句號。荀彧死後，漢獻帝在宮中痛哭，或許他知道荀彧一走，再也沒有人能擋在曹操和漢室之間了。從曹操到曹奂，曹魏5次配享太祖廟，名單裡有夏侯惇、曹仁、程昱、陳群、鐘繇、華歆等26個人。但直到曹魏滅亡，功勞最大的荀彧始終不在裡面，因為他到死都是漢臣，不是魏臣。好了，關於荀彧我們就聊到這裡。大家有什麼想法，歡迎在評論區下方進行補充。最後也別忘了點讚關注，有條件的小夥伴可以點擊下方超級感謝按鈕，感謝支持。我是卡洛，我們下期再見。奉主上以從名望，大順也；秉至公以服雄杰，大略也；服弘毅以治精俊，大德也。